韩国，这是小区。好，不打了，不打了，给我瞄准了打。小人踢。去你丫的！哦！欺负的拳家高手，他在国际拳坛从未失过手。嚣张老外不是被中国功夫舍身踢打烂头骨，就是被刚柔相济的金刚拳打昏迷。在韩飞龙15岁那一年就斩获了全国武术总冠军，是太极功夫融合自由搏击的擂台高手。阴阳开合的打法和多变的虚实转换，再加上上百种的中国功夫招式，让韩飞龙获得了太极实战第一人的称号，是中国传统武术实战派的代表性人物。凭借以柔克刚的战术，让韩飞龙在国际擂台屡战屡胜。17战全胜的战绩让韩飞龙成为了拳迷粉丝家喻户晓的拳王。此战是韩飞龙在国际擂台征战的第18场比赛，能否继续延续连胜不败的战绩？所迎战的对手叫奥米德，白色短裤是太极高手韩飞龙，黑蓝短裤是伊朗的泰拳高手奥米德。这个奥米德可不简单，他可是欧洲泰拳冠军兼世界泰拳锦标赛冠军，伊朗全国泰拳排名第1位。这家伙比韩飞龙高了足足有1头那么高。内围的对抗也是让韩飞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力。擂台上，不打了。对。带着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些特点。对。其实过去几年啊，我们的比赛中断了，然后呢，我们的运动员也是开始了各自的生活。像韩飞龙不但开了自己的馆，并且啊也结婚啊，还没生子，也结婚了啊。这个大高个非常不讲武德，赛前仗着自己身形魁梧，则是对中国功夫恶语相向，并羞辱中国选手韩飞龙就是一个矮冬瓜。一向以德服人的韩飞龙岂会轻易放过奥米德？时时刻刻都在紧盯奥米德的一举一动。韩飞龙随时都会对奥米德发起一波猛攻，乏力。对，阴阳开合、虚实转换、刚柔并济啊，这些中国武术当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动作，但是让它运用到现代的搏击擂台上。对，看帽子，非常有特点的运动员。对，看奥米德啊，跳啊，别看奥米德一直在后退，其实这家伙所退的每一步都十分稳健，步步为营的奥米德并不敢在韩飞龙面前调皮，只有韩飞龙发起主动进攻之后，奥米德才敢对韩飞龙动手动脚。毕竟韩飞龙已经连续了17战全胜，18战全胜的战绩还不是信手拈来。赶距离，看近距离，到顶膝。对。对伊朗选手来说，交叉拳法。下两下，命中之后贴近。可以呢。哦。还做了一个拳的技术啊。但是那一记好像打到了伊朗这家伙根本不敢在中远距离戏耍韩飞龙，只敢在内围与韩飞龙进行对抗。比赛还未开始，韩飞龙就已经赢了一半。用不动如山动如雷震来形容此时的韩飞龙再合适不过了。面对奥米德实施的防守反击，韩飞龙依然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不管是在内围还是在中远距离，韩飞龙都十分的灵活，即便遭到了奥米德的奋力反击，依然可以灵活应对。不过奥米德身高确实很高，臂展也很占优势。对于韩飞龙来说，身高臂展算不上什么劣势，丰富的比赛经验会弥补这一缺陷。
第二回合，相信通过第一回合这个奥米德的技术情况啊，第二回合开始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奥米德开始对韩飞龙发起主动进攻。臂展占优势的奥米德当然想在中远距离与韩飞龙进行对抗，反观韩飞龙可不赶什么距离，只要奥米德敢露出一丝破绽，韩飞龙必然会给奥米德来一波突进，让其见识一下中国功夫的威猛。一拳，再接着换拳。对，近身对方搂抱的时候，你看明显做了一些改变，连续的击腹的动作。对，这卡夫踢第二次飞踢肘。对下有了，对方的小腿明显做了一个变形啊。是的，还是有效果啊！这个卡夫踢继续啊，要连续施加压。打着打着，奥米德就进入了搂抱。韩飞龙明摆着就是没打高，碍于奥米德实施了消极搂抱，韩飞龙不得不听从裁判的话重新分开。身高不占优势的韩飞龙一点都不惧怕奥米德，不管奥米德发不发起主动进攻，韩飞龙都是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非常不错的一个对吧？击突破的对方式啊，集中击破一个点。这样呢，上半身呢用拳法密集的拳法压制对手，下半身呢哎呦想做一个涮摔，没有成功。下段呢做这个低扫踢的这个针对小腿的这个打。场上裁判李科正式警告奥米德不要再抱了，如果再抱就是一张黄牌，要扣1分。对，今天3、4个伊朗选手，除了穆罕默德，剩下都被警告。一个大高个竟然因为频繁搂抱被裁判警告了一次，说出去还不够丢人的。反观这一现象也是给韩飞龙增加了很多士气，快速的步伐移动，紧紧跟着奥米德。韩飞龙征战国际擂台数十载，对外国选手战术打法还是颇有了解，而且奥米德还是一位传统泰式打法的选手。步步压进，哇，开的这个扫踢啊，技术非常巧妙啊。第二次还是不能大意轻心。第3次了做了一个半摔。跟韩飞龙不要试图做过多这种单个。奥米德的头型已经被韩飞龙打乱了，一个大高个竟被打得节节败退，打又打不过，反击也不敢对韩飞龙实施。反观韩飞龙一直在发起进攻，不是在猛踹奥米德，就是在猛踢奥米德小腿，然后再踢他的小腿。你看第二次，对方小腿最后10秒重心站不住了。Break, push, stop. 有变化，stop. 哎，这么冷的天他们倒那凉水能行吗？这么冷的天他们倒那凉水能行吗？被多次击倒的奥米德抗压能力还算可以，长时间的暴打并没有让奥米德放弃，而是重新站起来投入到比赛之中。看来韩飞龙想 KO 奥米德并非易事，战术占优势的韩飞龙也没有唯唯诺诺，一直在想办法对奥米德发起主动进攻，毕竟这是在中国的擂台，韩飞龙是要打出属于中国人的气势。好了，去看，最后一回合第二回合韩飞龙打开了局面啊，利用上段的这个拳法压制加下段的这个卡夫踢打开了一些局面并一度迫使这个奥米德的。第3回合开始了，俩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没有掌控好距离的韩飞龙却实施了转身后摆，结果被奥米德接了个正着，这或许就是大高个的唯一好处。奥米德扛揍是另外一个优势，最起码不会被韩飞龙暴揍一顿之后暴力 KO 掉。
向来啊，韩飞龙在峨眉传奇上做这个舍身踢，外国选手都是一愣一愣的，因为没有见过。但是这个选手应对自如啊，一定是做了功课。连续击腹加击头啊，非常不错的一种针对对方孤劲贴紧你的方式啊。他那个左腿已经又红又肿了。对，这一波换拳彻底让奥米德认识到了差距，实力之间的悬殊是一个硬伤。一直追着奥米德暴揍的韩飞龙，时时刻刻都在猛压奥米德内围做动作。反观奥米德所实施的进攻或者是防守反击，对于韩飞龙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顶多起到一个限制韩飞龙的效果。啊，低扫变线变高扫，哎，漂亮啊！这个拳打得很结实。这是要粘紧了，三拳抡空了啊！再往前粘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对手的直线动作的迎击。时间还剩下1分钟，奥米德几乎已经放弃了抵抗，抱着头就往后拉扯。除了防守，奥米德已经没有了任何进攻，即便实施了简易的反击，那也没办法让韩飞龙的进攻停下。啊，后手的抡摆，这下很重。哦，韩飞龙已经被抱的打急眼了。啊，刚才一个偏头的迎击啊，击腹打头，连续。哦，这个现在有点早。对，现在蓝方选手有点恍惚了哈。且战且退的奥米德就像是一个会移动的沙袋，提供给韩飞龙练拳使用。体能消耗完毕的奥米德，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尽量不和韩飞龙进行对抗。韩飞龙趁此机会开始寻觅机会实施百密无一疏的舍身踢。转身的舍身踢，第2次。比赛结束。其实现场看比直播看感觉更要冲击力更强一点。我觉得最后一个回合真的是全到肉啊！大家说精不精彩？反应是比视频看起来要更真切。对对。你把奥米德发型都打乱了啊！那么帅的帅。比赛一共3回合9分钟，韩飞龙全程都在暴揍奥米德。前2回合还不是特别明显，第3回合奥米德被暴揍的事实越来越明显。最后1分钟，奥米德几乎一拳没出，将所有体能用于抗压，不然奥米德根本顶不住韩飞龙的狂轰滥炸，或许早就被韩飞龙打昏迷了。Go to the judge scorecard。这场中国传统武术和我们现代自由搏击的对抗，大家相信内心已经有所感受了。我们期待裁判给出的最终的裁决。最终韩飞龙获得了胜利，大家感觉韩飞龙打得好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韩飞龙的硬气。